停火协议落地即遭挑战，特朗普连发关税、撤军警告。谁能想到，美伊刚坐上谈判桌，整个中东就乱成了一锅粥。短短24个小时，以色列挨炸，海湾多国炼油厂火光冲天。伊朗外长直接给美国下最后通牒，要么停火，要么继续打。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又出最新警告，要向为伊朗提供武器的国家征收50%的关税，同时放话要惩罚部分北约国家，撤离在当地的军事部署。这个停火协议究竟是和平的起点，还是下一轮大战的前奏？特朗普的警告又将带来怎样的变局？其实这次的停火一开始就埋着雷。黎巴嫩真主党、伊朗明确要求的停火条款是全线停火，自然包括黎巴嫩在内。然而以色列的态度很明显，不可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4月8日就明确声明，支持对伊朗停火2周，但停火不包括黎巴嫩。万斯也在布达佩斯公开确认，美国从未承诺停火范围包含黎巴嫩。所以就在停火这一天，以军仍然对真主党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代号为永恒黑暗。50架战机在10分钟内向黎巴嫩境内100个目标投掷了约160枚炸弹，这些目标覆盖了贝鲁特、贝卡谷地和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指挥中心和军事设施。说白了，在梅伊眼中，打伊朗跟打真主党是两码事，这就造成了停火协议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认知差。这种根本性的分歧让停火协议刚刚生效就已经名存实亡。伊朗自己也没管住手。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朗在停火协议宣布后，连夜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弹道导弹，以色列南部、中部和北部全部成为伊朗的目标。特拉维夫、海法、耶路撒冷这些地方无一幸免。以色列红大卫顿会报告，南部贝都因城镇特尔谢瓦多人受轻伤，另有15人因恐慌接受治疗。拦截弹的碎片落入内盖夫地区，造成部分财产损失。可见伊朗其实也没有真的拿停火协议当回事儿。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布声明，宣布发动真实承诺4的第100轮攻势。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对25个战略目标发动猛烈攻击，其中包括13个与梅伊相关的能源设施目标，10个军事、安全和后勤目标，以及敌方行进路线上的若干技术和基础设施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更是直接发帖，强调梅伊停火条款清晰明确，美国必须选择要么停火，要么通过以色列继续战争，两者不可兼得。到这里，伊朗还在强撑脸面，喊着要威慑以色列，喊着要让以色列后悔。可现实是，他连停火的定义权都拿不到，更别说把自己的代理人网络一起打包进保护伞里。最重要的是，伊朗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据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停火协议生效后几个小时内，伊朗的拉万岛炼油厂和西里岛多处设施发生爆炸。这2个岛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岛，它们都位于波斯湾，是伊朗石油加工和出口的核心战略要地。拉万岛炼油厂日处理原油能力约6万桶，是伊朗第10大炼油厂。西里岛则分布着伊朗关键的原油出口码头。在伊朗主要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遭重创后，拉万岛和西里岛就成了伊朗石油出口的备用通道。这2个岛一旦被打残，将是对伊朗石油出口能力的又一重击。随后伊朗表示爆炸是敌人引起的，然后就对海湾邻国展开了无差别报复。阿联酋和科威特接连遭导弹打击，2国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伊朗方面确认这是对拉万岛和西里岛袭击事件的直接报复。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确认遭到17枚弹道导弹和35架无人机的袭击，防空系统积极拦截，造成3人轻伤。科威特军方通报，从当天上午8时开始，应对28架伊朗无人机的袭击，拦截了其中大部分，但袭击仍对石油设施、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造成了严重物质损失。巴林内政部也报告，伊朗无人机袭击导致2人受伤，数栋房屋受损。伊朗被炸就去炸别人，这种无差别报复在伊朗看来理所当然。但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到底是谁炸了拉万岛和西里岛？因为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否认参与了这次袭击，美方也没有动手，这就有意思了。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以色列，还有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捅伊朗一刀？线索和猜测开始指向同样位于波斯湾的一个国家——阿联酋。这并非空穴来风，在此之前就有猜测，在梅伊这场战争里，阿联酋早已低调参战。4月初，伊朗国家广播公司在社媒上发帖，声称有2份文件证明阿联酋已加入对伊战争。先是伊朗在法尔省设拉子上空击落了一架翼龙2攻击无人机，残骸照片全网疯传。关键问题来了，美国军队没有翼龙2，以色列也没有。整个中东谁有这个型号的无人机？沙特和阿联酋。沙特这轮战争一直缩在后面，保持防御姿态。
而阿联酋就不一样了，对伊态度颇为强硬，早就摩拳擦掌。不仅如此，早在3月22日，一架幻象2000战斗机加斯克岛上空被拦截。全世界同时操作翼龙2攻击无人机和幻影2000战斗机的只有阿联酋空军。最关键的是，在拉万岛遇袭当天，阿联酋国防部还亲口承认其幻影2009战机确实紧急升空了，任务是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幻影2009是法国达索公司幻影2000系列中最先进的出口型号，性能接近阵风，配备激光瞄准吊舱、合成孔径雷达和黑色沙欣巡航导弹，专门用于执行远程精确打击任务。从阿联酋领空到拉万岛，完全在这款战机的作战半径之内。有能打的武器，爆炸当天还刚好升空，也无怪乎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阿联酋了。更何况两国积怨已久，还有绕不开的历史旧账。波斯湾三岛即阿布穆萨岛、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曾一度引起两国的主权争议。胡塞武装也不安生，频繁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阿联酋境内目标，更是让阿联酋如鲠在喉。而且这场战争打到今天，阿联酋可以说是海湾国家里损失最惨重的一个。能源出口瘫痪，航空和海上物流中断，高科技产业和旅游业遭受重创。所以按照这些因素来看，阿联酋还真有可能对伊朗动手。原因也很简单，万一美伊真的停火和谈，然后美国为了达成协议，在遏制伊朗扩张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让德黑兰得以喘息，并巩固其地区影响力，那阿联酋怎么办？当然了，这些还只是猜测。目前阿联酋并未做出回应。不过如果真的是阿联酋的话，那么中东的局势将迎来新的转折点。假如真是阿联酋动的手，那这一波空袭绝不仅仅是泄愤那么简单。首先是给伊朗一个警告，你可以炸我，但我也能让你付出代价。然后是给美国传递信号，华盛顿想暂时收手，不代表地区盟友也会跟着休战。最后给整个海湾地区打个样，面对德黑兰的威胁，沉默和忍耐没有用，拳头才是硬道理。这一记冷枪将彻底改变这场战争的逻辑，并将中东推向一个更危险也更复杂的未来。这意味着一部分海湾国家将不再保持沉默，很有可能从幕后金主变成真正的打手。毕竟这一刀将证明海湾国家具备独立发起精准打击，直接威胁伊朗核心能源资产的能力。据《纽约时报》报道，沙特虽然对外一直保持谨慎，但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一直在推动特朗普将战争继续下去，并直言美以的军事行动是重塑中东的历史性机遇。而阿联酋则被认为是海湾国家中最鹰派的那一个。此前，《华尔街日报》披露，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的官员私下已达成共识，除非伊朗领导层出现重大变化，否则他们不希望美以的军事行动结束。尤其是阿联酋，他曾积极推动美国组建联军，以武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甚至提议美国可以占领波斯湾航道的多个争议岛屿，比如阿布穆萨岛。所以阿联酋的出手很可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刺激沙特等国放弃最后的犹豫，从口头支持转向实际行动。这一步一旦迈出去，战争的性质紧跟着也会变。原本冲突的主线十分清晰，就是美以对伊军事打击，以及伊朗对美以目标的报复。尽管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绝大部分落在了海湾国家，但那被视为一种惩罚和威慑，而非与这些国家的直接战争。可如果阿联酋真的下场，那就会变成阵营对抗，谁占美以阿联酋，谁占伊朗，谁保持中立，到时候的局面就比眼下要乱得多了。对伊朗来说，这会是一个比设施受损更难受的后果，因为它真正赖以维系地区影响力的，从来不只是几枚导弹，而是外界心里的一种顾忌。伊朗有点疯，所以最好别把它逼太狠。然而，如果确定这次爆炸事件是阿联酋做的，那伊朗苦心塑造多年的区域威慑神话就会被撕开一道口子。原来伊朗也没有那么能打，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疯，真被打疼了，他也反击不了什么。一旦这种心理阈值被打破，后面更大的问题就不是伊朗还能不能继续发射导弹，而是它还能不能继续单方面定义地区恐惧。对美国来说，这反而会带来一个新空间。如果海湾盟友开始更主动地承担前沿压力，华盛顿就可以更顺理成章地从直接冲在最前面的人慢慢推到幕后。这并不代表美国会撤出中东，而是像原乌一样换一种模式，通过武装和鼓励阿联酋、沙特等地区强国直接对抗伊朗。美国既能持续消耗伊朗的战略资源，又能避免自己陷入战争泥潭，同时还能向这些盟友出售更多军火，牢牢掌握主动权。这套模式其实比美国亲自把每一步都扛在肩上更可持续。长久来看，中东的安全格局将被彻底改写。过去几十年，中东局势都是美伊直接对抗，或以代理人战争为主，接下来则可能转变为地区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博弈。未来的中东可能不再有明确的超级大国警察，而是进入一个阵营分明且冲突更加直接和频繁的局面。伊朗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当家门口的邻居们都磨刀霍霍，而远方的美国又乐于递刀时，他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任何外部制裁都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除了明晃晃的军事压力之外，特朗普在谈判桌外也接连给出了关税、撤军两大压力。同时，是在停火数小时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何向伊朗提供军事武器的国家，其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将被立即征收50%的关税，而且没有任何例外或豁免。特朗普并没有点名具体国家，就是在故意制造不确定性，让所有还想给伊朗输血的人都先自己掂量一下代价。你可以继续做生意，但只要被美国认定你是在给伊朗补军火，那账就不只是算在中东战场上，而是会直接算到你对美出口头上。当然，这件事真要落地，也不是一点难点都没有。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怎么界定军事武器，因为很多对伊朗有用的东西本来就是军民两用，比如特种金属、芯片、通信和导航相关部件。特朗普留出了这种模糊性，就意味着在这其中有极大的操作空间，所以这条警告更多还是在威慑。逻辑也很简单，停火归停火，但你伊朗别想趁机从外面搬救兵补弹药，谁敢给你伊朗递刀子，我就让谁在美国赚不到1分钱。同时，也是向全球所有潜在的对伊军援方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在这场冲突中，只要支持伊朗，就是与美国为敌。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伊朗的打法已经越来越完整了。前面是空袭和军事压制，中间是临时停火和谈判窗口，后面则是关税、制裁等一系列威慑。表面看是在谈停火，实际上是在把伊朗能继续折腾的空间一层一层压小。你愿意谈可以，但你别想一边谈一边继续补武器，然后等下一轮再来。除了这项关税警告之外，特朗普还在斟酌另一项计划。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北约部分成员国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缺乏注意，特朗普政府正考虑从这些国家撤出美国驻军，转而部署到在这场军事行动中展现更多支持的国家，其中可能还会包括关闭某些国家的军事基地。这项计划虽然还在构思的初期阶段，但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不帮美国的忙，也别指望美国帮你了。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纵观整场战事的发展，黑名单上的第一位非西班牙莫属。在整个伊朗战事期间，西班牙铁了心说不，严禁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战机使用其领空，还关上了罗塔和莫龙两大前沿空军基地的大门。除此之外，它还是北约内部唯一一个没有承诺把军费提到 GDP 5% 的国家。这项比例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反复敲打欧洲的目标。这么多年了，西班牙都没应声。你不让我飞，也不愿意掏钱搞军队，那我的兵还留在你这里干什么？德国应该也在名单里，因为此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曾经公开批评美以对伊进行军事行动是灾难性错误。法国和意大利紧随其后，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拒绝了美军使用西西里岛的西格内拉军事基地，因为相关飞行计划未获议会批准，且搭载的是轰炸伊朗的武器。法国则只允许美国使用其南部基地，前提是保证不用于打击伊朗。这些国家基于国内民意和自身安全风险的考量，选择与美国保持距离。在特朗普看来，这就是背弃盟友义务，所以位于这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如意大利的维琴察、西班牙的罗塔、德国的拉姆施泰因，都可能成为兵力裁撤甚至基地关闭的目标。有惩罚就有奖励，撤出的部队也有新的归处，很可能就是向东欧集中。在这次危机中，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等东欧前线国家表现出了对美以行动的坚定支持。他们不仅向美军开放领空和基地，波兰甚至表示愿意派遣象征性部队参与相关行动。这些国家直面俄罗斯的威胁，将美国驻军视为自身安全的根本保障，所以特朗普很有可能将驻德、驻西的部分兵力重新部署到波兰的雷兹科沃基地、罗马尼亚的德维塞卢空军基地等地。这样既奖励了忠诚的盟友，又将军事力量更直接地压向俄罗斯边境，形成一石二鸟的战略态势。情况比较微妙的是英国，英国首相斯坦默曾表示，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拒绝直接卷入。但英国也是极少数以非直接参战方式提供了有限支持的北约成员国之一，主要集中在基地使用和情报共享。虽然特朗普对此不是特别满意，但好歹英国动了，因此英国可能处于一个观察区，不会得到奖励性增兵，但也可能面临部分驻军的调整。这一步一旦动了，对美国而言，这是实现战略资源最优配置的绝佳机会。美国可以借此强化前沿威慑，将兵力从不太配合的国家东移至更靠近黑海、中东的积极国家，能更直接、更快速地应对来自伊朗及其盟友的威胁，形成更有效的战略包围圈。还能整顿联盟纪律，用实实在在的撤军和关基地作为惩罚，向所有盟友传递一个清晰信号：安全保护不是免费的午餐，不承担共同风险，就别想享受共同防御。
这能迫使欧洲国家在未来危机中能更清楚地站在哪边，从而减少内部扯皮。对北约这个组织而言，短期阵痛换来的是长期健康。过去几十年，北约内部太依赖美国了，部分成员国享受着美国的安全保障，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防务责任和风险。此次伊朗危机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谁是真盟友，谁有些塑料。通过这次力量重组，北约可以将资源集中部署到那些价值观一致、行动力强的核心盟友周围，反而能打造一个更精简高效、更具战斗力的联盟。对欧洲安全格局而言，主要还是倒逼欧洲战略自主。当意识到美国的保护伞已经不是一味的倾斜后，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加速推进欧洲自身的防务能力建设，增长国防投入。从长远来看，这才是更良好的发展路线。最重要的还是战略重心东移。如果从西班牙、德国等国撤出兵力，转而部署到波兰等更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国家，那又等于在不增加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把美国的战略威慑力向前推进了几百公里。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本以为美伊战争能让美国无暇顾及东欧，结果特朗普反手就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长远来看，特朗普这套组合拳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过去几十年，美国习惯了冲在前面，盟友习惯了躲在美国背后。现在特朗普把账算明白了，美国可以继续当老大，但小弟们得交保护费，得在关键时刻真上，不交的不上的，别怪老大翻脸不认人。而这一场美伊战争恰好是检验盟友关系的试金石。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这一次伊朗被炸真的是阿联酋做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